嗨，欢迎来到 Moldavi， 我是维若妮。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刻，不论是哪个行业、个人亦或是公司，年度回顾都是每年年终的重头戏。有别于多数的年度回顾，今年我决定来一点变化，跳过所有关注度低的时尚中小事件，直捣黄龙，从专业的时尚品牌买手以及亚洲消费者的角度切入，点评这个堪称2025年时尚圈重磅级的换帅事件。两个一线时尚龙头，两个厮杀争夺女装奢侈品牌市场长达半个世纪，两个顶级的法国时尚品牌 Chanel 以及 Dior 2026春夏女装的 Fashion Show。在我们打开这两份成绩单之前，我想先以买手的身份聊聊这两个品牌在我心中的真实地位。先说 Chanel， 这是一个无论你是时尚圈内或是圈外人绝对听过的法国高端时尚品牌。它是时尚圈内人向往工作的圣殿，也是圈外人梦寐以求想买的品牌。但我要说句实话，在我20多年的买手职涯中，我从没觉得 Chanel 的成衣好看过，自然也从来没有购买欲望。以前的 Chanel 对我来说就是卖包包的。再看看 Dior， 这是另一个法国顶级时尚品牌，它跟 Chanel 刚好相反。从 John Galliano 时期开始， Dior 就在女装高级成衣区块展现了强大的宰制力，那是他们最风光的战场。但在皮具类， Dior 却总是追着 Chanel 跑，始终差了那么一步。这两大时尚龙头的龙争虎斗长达近半个世纪，一个赢在皮件，一个赢在成衣。然而，这个我们看了几十年的剧本，在2025年被重磅改写了。如果你喜欢这种专业讲真话的分析，请帮我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并分享。沿着时尚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追溯回上个世纪70年末、80年初，高级成衣的商业化开始。1978年，犹太家族 Withmere 正式全面接管法国时尚品牌 Chanel。与此同时 ，LVMH 集团的阿诺先生在1984年也正式入股传奇的法国时尚品牌 Dior。从我多年前踏入奢侈品采购这一行开始， Chanel 和 Dior 这两个名字就像是时尚圈的两大巨头，永远在互相较劲。如果单看业绩， Chanel 几乎是这场战争的常胜军。原因很简单，他们在皮件市场的统治力太强大了。无数个经典款手袋让他们在销售数字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虽然 Chanel 在销售额和品牌光环上总是略胜一筹， Dior 却另辟蹊径，在另一个战场完成了逆袭。Dior 非常擅长挖掘成衣界的顶级天才。回顾历史，从 John Galliano、Raf Simons 到 Maria Grazia Chiuri，Dior 靠着这些天才设计师以及强大的设计团队，在过去将近40年的成衣战场上，其实是一路压着 Chanel 打的。之所以会有这种 Chanel 赢包包、Dior 赢衣服的局面，是因为这两大品牌的背后操盘逻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简单来说， Dior 是一个属于时代的品牌，而 Chanel 是一个属于符号的品牌。在过去长达41年的时间， Chanel 只经历过了3个设计师帝国，反观 Dior 则在长达42年的时间经历过了7个设计师帝国。时尚圈内人常常开的一句玩笑话， Dior 就像是被老板偏心宠爱的小三，大老婆 Vuitton 卖包打拼赚来的钱，全部花在小老婆 Dior 卖衣服身上。等等，Dior 可不是只会花钱，整天打扮美美的花瓶。除了 Vuitton 不可撼动的皮具类销售，多年来 Dior 在其他品类的销售增长，每年是呈现双位数或者是3位数的。对 LVMH 集团时尚部门的贡献之大，甚至是超越大老婆 Vuitton。如果你喜欢这种讲实话、从专业的角度切入剖析时尚，请帮我订阅、按赞并分享频道的资讯。即便无法频繁更新，我将持续努力制作更多优质影片，在 Moldavi 上跟大家互动。在 LVMH 集团的策略下， Dior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他们采取的是明星设计师策略，为了追求新鲜感，他们敢于不断地按下重置键。从 John Galliano 华丽巴洛克疯狂的戏剧化，到 Raf Simons 的极简主义，再到 Maria Grazia Chiuri 女性主义，在保有基本品牌 DNA 的框架下 ，New Look、Bar Jacket、Canage，Dior 的风格一直在变。
只要业绩一停滞，设计师就会为了吸引新客户，集团愿意大胆推翻过去，所以 Dior 卖的是 newness， 是源源不断的新鲜感。反观香奈儿，作为私人家族拥有的企业，他们玩的是守护者游戏。几十年来，香奈儿的掌舵者屈指可数。设计师的任务不是去打破经典，而是去擦亮经典。他们不求大破大立，只求在经典的斜纹软泥和2.55包上做微调。所以，香奈儿卖的是经典，是一种永恒的安全感。照理说，迪奥应该是那个充满惊喜的冒险家，而 Chanel 应该是那个稳重的保守派。然而，2026春夏这一季，这个维持将近40年的剧本似乎被撕破了。这一次，当我以买手的眼光审视这2场秀的时候，我的评分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转。开秀前的期待值对于2个品牌都是满分10分，但秀场结束之后，过去成衣较弱、总是打安全牌的 Chanel， 我给了8分；而过去成衣强势、最擅长制造惊喜的 Dior， 我很遗憾只拿到5分。为什么擅长搞新兴的 Dior 这次会跌一跤，而为什么擅长守旧的 Chanel 却突然变得既年轻又实穿？接下来我就用我25年练就的时尚品牌买手眼光，带你拆解这背后的真相。先来聊聊争议比较大的 Dior。Jonathan Anderson 接手 Dior， 原本大家都期待他能复制楼衣类的神话，但在商言商，这场秀对于我们亚洲市场的买手来说，真的是场硬仗。为什么我只给5分？因为它实在太挑人，而且太重复。首先，站在产品企划的角度，这些衣服在亚洲女性身上真的很难卖。你看秀场上那些造型，充满复杂的堆叠，那些中世纪风格的骑士斗篷，不管是长的或是短的，在欧洲高挑 model 身上或许很有气势，但你想象一下，一位身材娇小的亚洲女生穿上它，这不仅仅是不实穿，简直是把人给埋了进去。还有那些细节，巨大的蝴蝶结配上细小的蝴蝶结，甚至还要拖着长长的尾巴，或者是那些看起来很仙的雪纺蕾丝裙上挂着极其脆弱的拼接。从买手的角度来看，这叫做高客诉风险。客人买回去穿1次就勾破，走路还会绊倒，这对品牌形象其实是一种消耗。再来看看鞋子，那双被讨论很多的挖空猫跟乐福鞋，我得说实话，这种设计在杂志上拍大片很好看，但在零售端，特别是在亚洲市场，这种鞋型的时销率挑战极高，它太挑脚型，也太难搭配了。但让我给出低分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审美疲劳。我在这场 Dior 的秀上看到了太多他在 JW Anderson 甚至是楼衣类时期的影子。缩水的上衣、低腰的流动裤、不对称的垂坠裙，这些设计语言是重复的。试问，如果我的客户花 Dior 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个挂着 Dior logo 的 JW Anderson， 那么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在哪里？虽然工艺细节依然精湛，但综合考量惊喜度和实穿性，我对迪奥2026年女装春夏的销售增长预测是保守悲观的。我们再把镜头转到 Chanel 的 Fashion Show，Matthew Blassy 这次交出的答卷，个人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我给他8分，甚至在商业化程度这一栏，我也给了高分。注意哦，在我的字典里，商业化是对设计师的最高赞美，这代表他懂女人要什么。Blassy 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把 Chanel 变轻了。传统的斜纹软泥套装虽然经典，但常常给人厚重老气的感觉。但你们看这季，它加入了流苏羽毛，整体轮廓变得非常轻盈，有漂浮感。这完全打中现代女性的痛点，特别是如果你曾经是欧瑟琳的粉丝，这一季的 Chanel 绝对是你的菜。它有一种现代都市女性的锋利感，但又保留了法式的优雅。更让我感动的是，等了几十年 ，Chanel 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卖包包的品牌了。过去我们进店铺，不论是销售人员或者是消费者，重点都在包。成衣往往只是配角，但这一季从那些低腰的中长裙、不对称剪裁的无袖洋装，到带有羽毛细节的斜纹软呢，每一件都让我想下单。绝对不是史无前例，相反，他们让我想起了过去不同时期热销线条以及款式。
经过巧妙的混搭以及微调，呈现的是一个更年轻、崭新的 Chanel Vibe。这是一个100%的商业系列，它既能讨好老客户，又能够抓住年轻的新贵，所以我预测 Chanel 2026年春夏的销售增长会非常的强劲。做个总结，作为一个看尽行业起落的资深买手，这种担忧早在 Dior 男装秀结束时就已经在我心里埋下了伏笔。女装这场硬仗其实是可以预见的。试想一下 ，JWA 一年要负责高达18个设计系列，即便是天才，精力也是有限的。他试图在大胆创新与品牌 DNA 之间走钢索，结果却是不小心将 Dior 带进一个自己打自己的死胡同。现在的 Dior 陷入了一种设计语汇无限循环，依然有趣，但惊喜不在。更残忍的是，很难转化为实际的业绩。反观 Matthew Blazy， 他全心全意只为 Chanel 服务，这种专注力让他成功在守护经典的基础上，用极致的工艺解决了最棘手的实穿问题，也巧妙地甩开了那些老派传统的包袱，让 Chanel 终于回归了奢侈品最单纯也最重要的本质，让人变美。不过话说回来，2026春夏女装秀仅仅是揭开21世纪这场双雄战争的序幕而已。各位别忘了，伸展台上的 Fashion Show 通常只占整个季节商品的30%，真正决定胜负的商业款，那些隐藏在 showroom 里的新版龙争虎斗，高潮绝对还没出现，这场仗还有的打，我们就继续认真当个吃瓜观众，静待其变吧。以上是今天的影片，希望这份独家的买手观点能带给你不同的启发。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我们明年见，拜。